这是一款会让玩家忍不住感叹这他喵才是游戏的游戏。它还有着另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叫你先别死。无数情侣因为这游戏一夜之间纷纷破防，从此分道扬镳，但也因此成就了许多彼此恩爱的好兄弟。只因玩家需要相互配合，穿过各式各样的关卡，在仙境一般的树根内遨游，在广袤的玩具宇宙里冒险，在精致的布谷鸟中内上演生死逃亡。场景素材和玩法变化可以说到了奢侈的地步，不带重复的用完就扔，几乎是从头到尾都能让玩家保持新鲜感。剧情上甚至还有着大量对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反思，但在如此丰富的玩法下，也导致许多玩家忽视了游戏的剧情。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史上最好的双人游戏神作之一——双人成行。故事发生在一个和睦的家庭之中，丈夫科迪和妻子小梅可以说是相敬如宾。这天，夫妻二人正在院子里大声密谋准备离婚的事情，殊不知楼上的女儿罗斯却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于是他只能拿起木偶和泥娃娃，将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希望父母能够如同手里的人偶一样重归于好。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科迪、小梅夫妻二人还是找了个机会，想要没收女儿罗斯手里的玩具小象，并告诉罗斯他们准备离婚的事情。毕竟婚姻破裂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可怕的，他们很少会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罗斯也是如此，他一把夺过小象，便独自回到了房间内。在将小象放回城堡后，罗斯拿上先前的2个人偶，来到了家里的仓库中。如今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哈金博士所写的爱情之书上。身为小孩的罗斯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爱情，他只是单纯的将父母的矛盾都归咎在了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希望哈金博士能让父母重新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罗斯的眼泪也随之交给在了人偶的身上。一段时间过后，罗斯的父母竟然变成了人偶。父亲科迪是个粘土娃娃，虽然变小了，但也变大了。母亲小梅则是个木头娃娃。在互相认出对方的身份后，夫妻二人还是免不了互相指责对方。下一刻，哈金博士出现在了二人的面前。原来是他听到了罗斯的心声。作为一本全球滞销书兼拱火大师，哈金博士决定帮助科迪和小梅重新找回初恋的感觉，修复那该死的爱情。闻听此言，小梅直接一个信仰之跃，径直跳进了深渊之中。本以为这样就能够离开他认为的梦境，但他却完好无损的再一次回到了原先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想死都死不了。此时，夫妻二人也顾不上眼前这个屁股长在下巴上的博士，他们立即向着远处的女儿罗斯跑去，想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发现只有互相配合，才能穿过重重的阻碍。迫于无奈，互相看不顺眼的夫妻二人只能强忍内心的生理不适，开始寻找出路。可想要见到女儿哪有这么容易？哈金博士再次出现，见这对夫妻油盐不进，博士索性放出了被科迪丢弃的老款吸尘器。原来科迪老是让眼前的吸尘器吸一些不干净的灰尘以及奇怪的东西，导致吸尘器损坏，从而被科迪扔在了仓库里。在博士的拱火下，吸尘器很快便认出了科迪。他将夫妻二人吸进肚里后，便将其吐到了远处。经过了这一番折腾，科迪和小梅终于愿意冷静下来，听取哈金博士的建议。如今他们想要找到女儿罗斯，就得做好长期合作的准备，并重新爬回吸尘器的身边。就这样，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一边互相埋怨，一边踏上了这趟奇幻的冒险。二人一路顺着管道前进，有时借着路上的机关捉弄对方，有时夫妻双双把家还，但也只有他们通力合作，才能解开一道又一道机关谜题。很快，二人便来到了老吸尘器的面前。为了能够顺利通过，小梅立即表示自己可以修好老陈，但哈金博士却再次化身节奏大师，当场拆穿了小梅，并且表示夫妻二人不愿意修理老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换了一款全新的昆牌吸尘器。闻听此言，老陈立即对主人不客气了起来。科迪和小梅只能不断躲避老陈扔出的垃圾，本想就这样物理销毁老陈，但念在他是家里的老员工，夫妻二人只能抱着势必修好老陈的决心，将管道对准了老陈的眼睛。伴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老陈在剧烈的爆炸之下变回了原厂配件。处理掉这位老员工后，二人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女儿罗斯，可前方的断崖却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本想另寻出路，但旁边一个没疤的锤子却表示，科迪和小梅懂个锤子，只有自己才可以带他们找到罗斯，而条件就是帮锤子救出他的工具人朋友们。原来小梅把工具全都扔进了工具箱，这才导致工具人们只能慢慢的生锈等死。好在锤子并没有认出小梅的身份，于是小梅答应了锤子的要求，并将之背在了背上，而科迪则获得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钉子。二人带上趁手的兵器，立马玩起了离婚小游戏。通常都是小梅表示这还玩个锤子，在钉子和锤子的相互配合之下，他们终于来到了工具箱的面前。但谁料工具箱却来了一出工具人变身，立即对二人发动了攻击。但工具箱的损坏早已是板上钉钉，小梅用锤子弹射科迪，科迪则用钉子打爆了工具箱头顶的燃气管，让一众老工具人得以重获自由。锤子也信守承诺，将二人送到了正打算离开仓库的罗斯面前。然而哈金博士却上演了一出手动芝麻关门。二人见状并没有放弃，而是来到了仓库上方的窗户。通过窗前的望远镜，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陷入了昏迷之中。望远镜表示自己看到过罗斯的眼泪滴落在人偶的身上。接着科迪和小梅就变成了人偶。科迪一听，完全忽略了女儿的悲伤情绪，反而是觉得只要能够再次接触女儿的眼泪，那么在他们眼里的诅咒便能迎刃而解。夫妻二人再次达成共识，怀着势必要让女儿再哭一次的决心，他们踩着望远镜来到了院子中
中心的大树之上，二人在宛如童话故事的树上，利用绳索的摆荡，来到了一处树屋的门口，本想询问出路，但却被热情好客的松鼠抓了起来。而此时，另一边的罗斯推开了现实世界父亲科迪的房间，他本想向父亲推荐哈金博士所写的真爱之书，希望他能与母亲重归于好，但作者都能陷入沉睡的科迪，又怎么可能回答女儿？同样的，母亲小梅也在沙发上不省人事。尽管罗斯是个小女孩，但懂事的她还是没有再去打搅父母。回到科迪和小梅这边，他们早已被松鼠大兵绑了起来，并被关进了审讯室。不等询问二人到底是招不招，松鼠便放出了2只黄蜂，但松鼠们却发现，无论黄蜂如何努力，眼前这2个人偶都会瞬间复活。于是淳朴的松鼠们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们专门派出了鼠莱斯上尉前来接待夫妻2人。原来松鼠与黄蜂彼此之间争斗不断，一开始他们还以为科迪和小梅是黄蜂那边派来的奸细，见2人身手不凡，于是便有了利用他们打入黄蜂内部的想法。在鼠莱斯上尉的陪同下，夫妻2人见到了松鼠们最先进的作战武器，不仅有自家的电视遥控器，就连科迪的爱心内裤都被做成了最新款的战斗机，甚至夫妻2人的画像都被松鼠们供了起来。为了让这2个人偶能够前去灭掉黄蜂和他们的女王，鼠莱斯上尉为夫妻2人提供了树叶投掷器以及能够引爆树叶的火柴枪。本来松鼠还有一位卧底特工，就连蜂后都被卧底用机器人取代成了蜂王，但卧底却被利欲熏心，从而与黄蜂们同流合污。所以科迪和小梅不仅需要剿灭黄蜂，还得除掉藏在蜂王里面的卧底。只要夫妻2人能够做到，松鼠们就会帮助他们回到房子里。无奈之下，科迪和小梅只能带着新装备再次前进。有趣的是，科迪的树叶投掷器不仅可以当做引燃物，也能当做木船的引擎。这一路上，他们不仅见识到了蜂群组成的虫害战术，还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龙卷风。当然，在探索的过程中，2人也体验了多数人从未有过的经历和美景。在燃油灯照耀的树洞内，他们看见了松鼠的历史。原来松鼠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住在了这里，他们见证了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也见证了科迪和小梅诞下女儿罗斯。而夫妻2人留下的一堆破烂，也被松鼠们当做了赐予自己的珍宝。随着散发着蓝色幽光的水母从水里缓缓浮现，2人一路踩着水母不断前进，直到他们遇见了一只会飞的须鲲。夫妻2人脚踏虚鲲，很快便来到了一只独角仙的面前。凭借手中的真理，他们顺利说服了桀骜不驯的独角仙。于是2人乘坐独角仙，向着蜂王的巢穴赶去。小梅负责火力掩护，科迪指引独角仙辨别方向。尽管有着大量的黄蜂阻拦，但一路上也算是有惊无险。2人很快便来到了机械蜂王的面前。面对取代了蜂后的机械蜂王，夫妻2人丝毫不惧。他们早已从破碎的婚姻中学会了如何相互配合。科迪使用树叶投掷器为机械蜂王上药，小梅则利用火柴引爆蜂王身上的树叶。眼见夫妻同心，黄蜂们根本无力招架，机械蜂王也沦为了废铁。出乎意料的是，松鼠们口中的卧底竟然是一只雄蜂。雄蜂不仅背叛了松鼠，还私藏了大量的花蜜。见到这一幕的黄蜂们当场破防，立马要将他们绳之以法。科迪和小梅见状，赶紧抓住雄蜂，向着远处飞去。临走前，小梅还不忘上演一出好莱坞大片。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他们安稳落地后，鼠莱斯上尉却带领141特遣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并且不由分说便施展了夕阳红枪法。雄蜂见状，立马抛弃了科迪和小梅。夫妻2人无奈之下，只能坐上由科迪的爱心内裤打造而成的纯棉战斗机，向着离开树洞的方向弹射起步。可鼠莱斯上尉却是不依不饶，他立即出动由大量树叶制成的生态战斗机，试图拦截夫妻2人。面对纯棉战斗机的降维打击，鼠莱斯上尉迫于无奈，只能亲自出手。他与小梅在飞机的上方展开了一场如同街霸一般的对决。小梅凭借富有想象力的战斗经验，轻松便将鼠莱斯上尉击败。尽管战斗机损毁，但纯棉内裤却是丝毫无损。2人仅仅靠着一个框架，便飞到了女儿罗斯的房间内。他们一边感叹内裤的质量，一边向着罗斯的方向赶去。但夫妻2人早已被太空猴哥盯上，并且没有丝毫察觉。穿过大量枕头和家居堆起来的秘密房间，2人通过一场游戏被传送到了一处宛如太空的世界。太空猴哥也随之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原来猴哥是罗斯在太空博物馆精心挑选的玩具，他的使命就是为了保护罗斯。早在夫妻2人抵达罗斯房间的时候，猴哥就已经听到了他们想要罗斯呼吸的计划，所以猴哥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见到罗斯。此时夫妻2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找出了2件新装备，一个是能让科迪随地大小便的腰带，另一个则是一双能够让小梅无视万有引力的靴子。有了新装备的加持，2人的目标直指女儿罗斯的眼泪。在这个如同太空一般的世界里，2人利用引力和能够随意变大变小的能力，解开了一道又一道的机关谜题。中间还来到了一台能够观察罗斯情绪的仪器面前，夫妻俩通过仪器发现自己争吵和即将离婚的决定导致罗斯情绪低落，但他们却并未意识到是自己的错误，反而是互相推卸责任。最终的结果还是想要得到女儿罗斯的眼泪。于是科迪按下了一个红色按钮，本以为能够传送到罗斯身边，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开着飞碟的猴哥。面对猴哥的火力扫射，科迪只能变小，一把钻进了飞碟之内，以寻求从内部破解的方法。而在外面的小梅就只能承受可怕的火力覆盖。
Streets will go forever bright. Your glory's breaking through the night. 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凭借无限复活的能力，夫妻二人终于打败了猴哥。在猴哥看来，罗斯是他最好的朋友，可罗斯的父母却想让他流泪，这是猴哥完全无法理解的。为了能够前往罗斯身边，科迪与小梅只能欺骗猴哥。他们表示，只要能够回去，不但不会让罗斯哭泣，还会帮助猴哥与罗斯再次成为好朋友。单纯被打服的猴哥相信了二人的鬼话，将他们传送到了罗斯的身边。然而，身为人偶的他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让罗斯察觉到他们的存在。所幸的是，小梅意外发现，只有周围的环境变化，才能够让女儿罗斯注意到。于是，科迪和小梅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建议，那就是通过影响或者破坏罗斯最爱的东西，来让罗斯哭泣，从而让罗斯的眼泪帮助他们回到现实。于是这一对慈父良母将目光看向了罗斯最爱的玩具小象，只要他们把玩具小象搞坏，那么女儿自然就会哭泣。说干就干，二人开始穿越罗斯精心搭建起来的玩具乐园。在这里，他们似乎再次感受到了童年的快乐，还能利用指尖陀螺穿越气球形成的海洋，甚至进入到了万花筒内部。大量叹为观止的颜色不断出现在二人的眼前，搞得科迪还吐出了一坨泥巴。好在二人顺利来到了玩具城堡之外，玩具小象就在城堡的最高处。随后他们乘上各种交通工具，穿越一个又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他们在侏罗纪公园解开各种机关谜题，在海盗船上与章鱼哥进行海上大战，在马戏团亲自表演夫妻空中飞人，经历了一路上险象环生的游山玩水。他们终于来到了纸箱做的魔法城堡。然而小象却是魔法城堡的女王。小梅本打算忽悠眼前不太聪明的卫兵，但哈金博士却又再次出现，跟卫兵说出了他们要刺杀女王。于是卫兵们将他们打入天牢。面对固若金汤的监狱，二人费尽了心思，终于在马桶后面找到了出口，甚至还找到了一套超级装备。小梅化身手持火焰刀的战士，科迪化身手握冰霜的魔法师，二人一个双之哀伤，一个火之高兴，在监狱内大杀四方。他们一路从监狱杀回了城堡，终于来到了玩具小象面前。浑然不觉的小象还将他们当作客人，热情地招待了夫妻二人。可为了回到现实世界，他们也不得不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杀掉玩具小象，好让女儿罗斯哭泣。面对眼前大声密谋的夫妻俩，玩具小象只能逃进了娃娃机里，但很快就被二人的预判夹子抓住。为了把小象拽出来，他们甚至扯掉了小象的一条腿。显然夫妻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残忍，小象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个玩具而已。最后就连小象的耳朵也没了一只，只能被他们无情地扔下了城堡。果不其然，女儿罗斯也注意到了掉落的小象，看着眼前被迫自杀的小象，罗斯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夫妻二人见状不由大喜，立即来到罗斯面前，将女儿的眼泪涂满了全身。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回到现实，原来女儿的眼泪只不过是他们自作聪明的决定罢了。真正解开诅咒的办法，哈金博士早就说过了，那就是夫妻二人重归于好。这时科迪注意到了一旁女儿写给他们的信，上面有着如何解开诅咒的办法，但还没来得及细看，哈金博士突然一把将信撕成了4片。想要知道答案，那么就得找齐4个碎片。在博士的安排下，夫妻二人终于能够坐下来好好聊聊。博士为他们准备的第一个碎片主题，便是给予彼此足够的时间。原来小梅因为工作总是不在家，科迪因此早就心生怨念，而小梅则埋怨科迪没有时间概念。见他们意识不到各自的问题，博士索性将他们送到布谷鸟时钟内部，并赋予了小梅能够分身的能力。至于科迪，则拥有了掌控时间的能力。他们要做的就是让2个雕像沿着轨道让他们再次重逢。经过这一路的冒险，他们已经可以做到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之前那样只会互相埋怨。小梅解释了自己总是不在家里，只是为了保住工作，如果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就什么都没了。但科迪却始终觉得，如果小梅总是不回家，那么家也就没了。之后二人坐上机械大鸟，感受了时钟内那精妙绝伦的机械构造，甚至给人一种蒸汽朋克的既视感。随着二人前进的步伐，眼前的机关不断启动，为他们拼凑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但过程也是凶险无比。在大钟的转动下，不仅场景在发生变化，就连时间都在倒流。二人凭借灵巧的身法，轻松躲避着身边的机关陷阱。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之下，时间竟然陷入了停滞。科迪的时间控制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他不断调整爆炸的时间，为小梅前往大钟的中心提供落脚点。在夫妻二人熟练的配合之下，他们终于来到了大钟面前，并利用大钟将时间倒转，让其恢复到了爆炸之前的样子。而夫妻俩也在终点取代了原本雕像的位置。突然的近距离接触，让这对形同陌路的老夫老妻竟然有些害羞了起来。接下来便是第2个主题，那就是夫妻双方的吸引力。为了让二人找回彼此的吸引力，哈金博士把他们丢进了雪景球内，并将掰成2半的磁铁分别交到了夫妻俩的手上。他们需要利用磁铁来互相配合，前往雪山的山顶，从而找回互相的吸引力。而这个雪景球正是他们第一次滑雪在景区买的纪念品。二人利用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特性，很快便来到了他们第一次过圣诞节的小镇。为了让小镇重新焕发生机，他们敲响了小镇的钟楼，小镇的雪人们也逐渐活跃了起来。在这里，他们不仅感受到一次真正的滑雪大冒险，甚至还潜入水下帮助雪人们修理水下的发电机。在如此浪漫的氛围下，二人之间的相处也逐渐有了一丝甜蜜的气息。而接下来，他们在雪崩之中穿越崩坏的冰川，
乱，上演了一出生死逃亡，还在暴风雪中利用磁铁的相互吸引，避免自己被风雪吹走。历经艰难险阻，他们终于坐上了前往山顶的电梯。疯狂过后便是尴尬，二人之间的氛围竟然有了初次约会时的感觉。来到山顶后，眼前便是浪漫的极光。科迪也想起了这里就是当初他向小梅求婚的地方，故地重游加上相互扶持，让二人破碎的婚姻逐渐有了一丝愈合的迹象。然而此时，哈金博士却化身气氛终结者，再次将他们拉回到了沙发前。那么接下来就是找寻二人生命的意义。由于夫妻俩先前互相埋怨，导致他们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而科迪所热爱的便是成为一名园丁，打造属于自己的花园。但科迪却因为没有得到小梅的鼓励和支持，导致他最后只能半途而废。所以这一次便是让科迪实现梦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园丁。有了之前的经历，小梅也愿意帮助科迪重新找回自己热爱的东西。于是科迪拥有了能够变身各种植物的能力，小梅则有了一把镰刀和喷水壶。由于科迪的温室长期缺乏打理，导致这里的植物们都被一种紫色的物质所腐化，而腐化的源头便是科迪种下的第一朵花。他将这朵花取名为乔伊。如今夫妻俩要做的就是打败乔伊，以彻底清除这种物质。温室的冒险可以说是让科迪嗨到了极点，他不仅可以变成仙人掌，火力扫射那些被腐化的植物，还能变身蒲公英随风飘扬。二人一路上将青蛙或蜘蛛这种不受人待见的小动物当做了交通工具，并与他们成为了朋友。而看似可爱的鼹鼠却是在发现他们后对其穷追不舍，夫妻俩只能在地底来了一出双人版神庙逃亡。好在这些吴彦祖和彭于晏并没有科迪和小梅灵活，夫妻二人在鼹鼠们的围追堵截下终于得以逃出升天。经过各种解谜和战斗，他们终于击败了腐化的源头乔伊，并使得乔伊恢复了正常，而整个温室也得到了治愈。再次见到乔伊的科迪向他表达了自己半途而废的歉意，小梅也意识到了成为园丁对科迪有多么重要。乔伊则是宽慰道，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的梦想，除非是他自己想要放弃。这一刻，四目相对的夫妻二人也意识到了作为伴侣需要做的就是互相理解和鼓励。那么接下来便是最后一个主题，同样是激情，但这一次却是属于小梅的激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热爱的事物，小梅同样也不例外。原来小梅也有一个唱歌的梦想，可毕竟只是梦想，靠唱歌根本赚不了钱，所以小梅为了家庭就只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小梅就得放弃。哈金博士为了让小梅重拾当初的激情，将他们送到了阁楼之中，这里有着小梅收藏的唱片机以及各种复古的唱片。他们要做的就是为小梅举办一场盛大的演唱会，当然前提是需要扬声器、灯光和麦克风。这一次冒险，小梅有了狮吼功的特殊能力，而科迪则是化身金波法王。他们很快便来到了唱片机之内，伴随着其中的音乐，他们找到了演唱会需要的音响，但这里的麦克风却不是那么和善，他们可是会吃人的。好在小梅可以用歌声吸引蛇皮麦克风，科迪负责火力输出，很快便解决了麦克风。之后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下成功搞到了灯光。为了有现场伴奏的管弦乐队，他们来到了一处宛如天堂一般的世界，并在这里救出了被恶魔囚禁的管弦乐队。如今万事俱备，唯独差最后一样，那便是观众。于是他们在哈金博士的引荐下来到了显卡爆炸夜店，随后他们穿梭在各种炫酷的灯光下，一路上的场景可以说是光污染拉满。最后他们还是踩着闪耀的灯球才来到了舞池的中央。为了能够吸引现场自带光效的观众，夫妻二人生平第一次当起了 DJ， 在他们手忙脚乱的节奏下终于嗨翻了全场，观众们也愿意前去参加小梅的演唱会。随着观众们陆续来到现场，小梅也在科迪与哈金博士的鼓励下鼓起勇气登上了舞台，并开启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演唱会。随着小梅的歌声，夫妻俩缓缓地飘向了舞台的上方。一路走来，他们终于找回了初恋的感觉。原本那一地鸡毛的爱情，也因为这段经历破镜重圆。在屏幕前，两位兄弟尴尬的目光下，夫妻二人吻在了一起。而这个真爱之吻，便是解开诅咒的关键。科迪与小梅也终于回到了现实。然而，夫妻俩在家里一番寻找后，却并未见到女儿的身影，只发现了一封女儿罗斯留下的离别信。单纯的罗斯，还是将父母离婚的原因全都归咎到了自己的身上。罗斯觉得，或许只有自己离开父母的身边，才能让他们重归于好。于是他带上了一个三明治和一
根棒棒糖，就打算坐上公交车，从此浪迹天涯。经历了这一系列冒险的科迪和小梅早已没有了离婚的念头，于是他们抢在罗斯离开之前来到了公交车站。他们向罗斯解释道，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女儿的错，他们也不会离婚了。一家三口也终于得以和解，感情也变得比原先更加的亲密，因为他们学会了互相理解和包容。我是秋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